大家好，欢迎回到白井怪谈。本期视频呢，咱们书接上回，继续讲述新战神背后的故事——北欧神话。上期视频啊，简单聊了聊华纳神族，那本期视频就好好聊一聊阿萨神族中的诸神。目前游戏中已经登场的阿萨神族呢，有光明之神巴德尔、雷神索尔、索尔的两个儿子曼尼和摩迪，以及只闻其名却不见其人的众神之父奥丁。白井呢，就按照辈分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从这个北欧神话中的核心人物无所不知的众神之父奥丁开始讲起。奥丁是北欧神话中最高的神，象征了宇宙间无所不在的精神。他是风暴神，又是战神，只不过他并不像其他的战神一般代表着强大的力量，而是代表着无穷的智慧。在日耳曼文化里，风暴一词就从大气的扰动逐渐转变为了人类的战争。吟游诗人也把战役叫做奥丁的雷雨狂风。这奥丁在日耳曼神话中也是沃登神。这位身披青色大氅、头顶黑色卷发的，便是阿斯加德的神王。这青色的大氅便象征着青天灰云的天空，而他手里则握着他那杆由世界之树的根须锻造而成的永恒之矛贡尼尔，手指上则戴着名为德罗普尼尔的戒指，它象征着无尽的富庶。在这里，他与神后弗利加矗立于名为西利德斯凯夫拉的巨大瞭望塔之上，这让他的视野无尽宽广。在这里，他可以一眼望尽世间所有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他依旧不肯满足。每日停留在他肩头的两只乌鸦尤金和穆宁都会被派出去出巡，他们必须在早餐前回来向他汇报所见所闻。他虽有战神位格，却是用皎洁的智慧为人们带来胜利。只不过这位智慧战神却又为人间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犹如暴风般的血雨腥风，而这前后的反差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最初的奥丁并非这般狂暴，而是有几分和蔼的智者。像大多数的统治者一样，他太渴望智慧了，因为他深知只有无尽的智慧才能让他一窥命运的奥秘。他在得知那口为世界之树带来源源不断水源的井水智慧之泉蕴含了宇宙间无穷的智慧，甚至在这泉的深处未来之事也得以窥见后，只身前往世界之树的根部。而就是在这里，智慧巨人米米尔正守在智慧之泉旁边。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守候了多久，但是奥丁和米米尔的相遇呢，却好像是命中注定。米米尔自然知道奥丁此行的目的，但是他并不打算让奥丁免费取走智慧之泉的泉水。想要获得必先牺牲，所以有得必有失。奥丁也完全理解这个道理，他也确实没有想着能那么容易拿走这个世界上蕴含了所有智慧的泉水。于是他问道：但是孤单代价是什么呢？米米尔，代价是什么呢？就用你的一只眼睛作为交换吧。奥丁听罢，便毫无犹豫地抠下了自己的眼睛交予米米尔。米米尔收下眼睛后，随即给奥丁满上了一壶智慧泉水。喝下智慧泉水的奥丁瞬间获得了宇宙中最高的智慧，但这份世界上最高的智慧也给奥丁带来了他最大的烦恼。都说无知者才是无畏的。窥见了未来的奥丁也得知了世界与诸神的命运，知道了这场不可避免的灾难——诸神黄昏。奥丁来到世界之树，他希望用他的智慧去思考这世界的本源，他希望源头可以找到让他获得对抗诸神黄昏的办法。如果说为了获得最高的智慧需要这位神王奉献一只眼睛的话，那么为了获得这世界的本源，他则愿意献祭自己的生命。于是奥丁自吊于生命之树伊格德拉希尔的巨枝之上，用仅剩的那一只眼睛凝视着深不可测的尼弗尔海姆。为了让自己不会陷入神眠呢，于是他头悬梁，用永恒之矛刺穿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清醒。就这样，这场献祭持续了9天9夜之久。突然间，他茅塞顿开，顿悟了。不知道各位老爷有没有发现，其实这段神话记载是不是很像神秘特中的某个故事呢？奥丁获得了卢恩符文，蕴含了宇宙间力量的魔法文字。传说这任何物品只要被刻上了这卢恩符文，就可以获得无上的力量。奥丁马上将之刻在他的车上，又刻在他的马上。在新战神中，奎托斯的利维坦之斧底部就刻着这样一个卢恩符文，而斧子的力量也就正来自这一对卢恩符文。
2人兄弟各持一半的罗恩符文印记，赋予了这把斧子足以对抗雷神之锤的力量，而奥丁的永恒之枪亦也刻着卢恩符文。不仅仅是如此，游戏中的卢恩符文是实实在在的陪着我们的战神父子从头到尾，每一个谜题，每一个宝箱，每一个占卜台，卢恩符文都在向我们展示着它蕴含着的宇宙本源的魔法力量。白井也给各位老爷附上卢恩符文的翻译表，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比对着到游戏中重新解读一下各个地点中卢恩符文的真实含义，也是挺好玩的。总之，现在奥丁获得了无上的智慧以及世界的本源之力，身为位面之子的他来到了智慧之泉的另一侧，在命运女神诺伦三姐妹那里，他再一次确定了命运的不可避免。即便他拥有了这2样强大的力量，也依旧无法避免。于是他只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呢，未雨绸缪，招兵买马。虽然他已经获得了无上智慧，但是他依旧执着于在9界中寻找那些富有智慧的人，希望从他们那里呢可以得到破局的办法。不仅如此，奥丁还在格拉希尔的森林中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宫殿——英灵殿瓦尔哈拉，意为死者之宫。就是从这里，女武神瓦尔基里每天出发来到人间的战场上，为瓦尔哈拉选择合适的人选，为每一场战争下注，决定孰胜孰败。而决定胜败的则是战神奥丁。每一个在战场被武器所伤害，注意是被武器所伤害的英勇战士，都会被女武神由彩虹桥毕弗洛斯特接引进入瓦尔哈拉，接受神王的嘉奖，成为恩赫里亚。而游戏中光明之神巴德尔则是被奎托斯拧断了脖子，这是否才是他没有来到瓦尔哈拉的原因呢？当然也可能只是单纯女武神们挂机了，毕竟曼尼和摩迪都是被武器所伤，他们也没有被女武神接引嘛。如果战死者中有诸神平日所中意的人，那么奥丁必亲自起身欢迎，以示其特殊的待遇。在英灵殿中，这些被选中的英灵们白天继续着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而到了晚上，他们则会回到英灵殿中，在国色天香的瓦尔基里女武神的服侍下，大口吃着神猪沙赫里姆尼尔的肉，大口喝着神羊海德伦的羊乳，醉生梦死于瓦尔基里的温柔乡直到天亮，开始又一天的训练。他们日复一日训练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当诸神黄昏的到来时，他们将披甲上阵，作为神王奥丁的急先锋冲锋陷阵。按照这个设定设想下来呢，奎托斯会不会就如同预言一般，战死后来到了瓦尔哈拉，而他和奥丁的第一次见面是否就在这里呢？毕竟奥丁可是从一开始就在关注着这位外来者。然而人间并不总是征伐不断，但是为了即将到来的诸神黄昏，奥丁则会流连于人间，挑拨离间，致使战争不断。而当战争的局面有利于自己看中的战士的一面之时，他也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自己看中的战士呢输掉战争，战死沙场，好被瓦尔基里接引至瓦尔哈拉，为自己所用。而前面提到的被武器所杀的这个原则，其实不止一次的曾被奥丁打破。而英灵殿战士的设定又会不会在新战神游戏中重新勾起奎爷自己被阿瑞斯等众神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为众神棋子的往昔回忆呢？相信在战神5中，奎托斯也将面临着全新的敌人奥丁的恩赫里亚英灵大军。这些生前勇猛作战，却在战场上被神陷害致死，成为棋子的战士们，在得知了真相后，又会否继续效忠万神殿？奎托斯在不得不面对他们的时候，又会否有一丝同情呢？却是令白井呢是遐想不断。至于英灵殿信仰的问题，北欧诗歌里关于著名的英雄死后归宿的记载其实有很多的相互抵触之处，因此难以论断英灵神殿信仰成立的时间。不过在维京时代与泛日耳曼文化中都均有出现。后来冥界和英灵神殿呢，可以说势均力敌的出现于文献里。在北欧人心目中这两者的存在自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北欧人的生活形态可以大致解释英灵神殿里理想的战士生活。在北欧充满苦难、贫困、艰辛、战争和搏斗的生活里，他们自然向往更美好高贵的生活方式。这个向往创造了一个理想，同时也产生了对于过去黄金时代的想象，这便是英灵神殿战士天堂的世俗由来。不仅仅是这些英灵战士奥丁的神子神孙们呢，也将加入对抗诸神黄昏的决战。北欧以大气这个可以带来一切天气变化的本源为神，那么他的妻子当然就是与天对应的大地了。
就像一年分4季一般，大地呢也有3个阶段。古奥丁也是妻妾成群。奥丁的第一个妻子乃是乔迪，她象征了原初的原始大地。她为奥丁生了一个非常威武的儿子，即雷神索尔。第二妻乃是弗利嘉，象征着开化后的大地。她生的儿子则是象征着开化后大地上的光明，光明之神巴德尔和战神提尔。而第三妻则是琳达，象征了不毛的冻土。生子瓦利是为繁荣之神，乃是巴德尔的好兄弟。与游戏中不同的是，巴德尔并非弗雷亚之子，而是弗利嘉之子。而战神提尔在神话中虽也是弗利嘉之子呢，但是在游戏中却与巨人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在实际的现实中，他却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设定也许将在下一部《战神5：诸神黄昏》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本期视频碍于时间篇幅呢，差不多就到这边了。下期视频北欧神话考究新战神系列将继续讲述奥丁之子的故事。首先带来的便是光明之神巴德尔与富饶之神瓦利的故事。战神提尔与雷神索尔也一定会说。各位老爷呢，稍安勿躁。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还请点个关注，多多3连，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白景在这边，谢谢大家。